黑乌龙茶为什么不能轻易尝试呢？3大原因剖析，看看你的身体对茶的适应力。以正统的6大茶品分类来说，是没有黑乌龙这个名词。这是在日本风靡，转而传来台湾，说是能够抑制身体的脂肪吸收，有效达到20%的抑制效果。实情如何，我们不太知道，倒是可以跟你说说6大茶品有清茶、绿茶、红茶、黑茶、白茶、黄茶，是用茶汤颜色和制成做区别。其中的清茶就是指乌龙茶。为什么清茶又叫做乌龙茶呢？可以看看这支影片。乌龙茶种类是什么？它是6大茶系中的哪一种？还是茶树的品种呢？太多疑惑一次全解决。既然乌龙已是清茶，为什么又有叫做黑乌龙呢？我们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商人的手法，创造一个新名词，吸睛，引起好奇。另一个原因是这个乌龙太黑了，让人误解。我们制茶、销售传承下来的经验认为，黑乌龙指的是炭焙乌龙或是铁观音。乌龙是种茶叶名称，也是种做法。可以拿乌龙茶种做乌龙茶，也可以拿其他茶种做乌龙茶。然而，不是照着乌龙的做法做的乌龙，就不能称作乌龙茶。想知道怎么样叫做乌龙茶做法，可以看看这支影片。高山乌龙茶真的身价高吗？破除5大迷思，正解这样喝高山乌龙茶。铁观音也是一种茶树的品种，很适合做乌龙茶。不过因为铁观音该品种做出来乌龙茶，在最初做茶的时候采用中发酵重烘焙，于是普遍被认为铁观音的茶汤是偏黑色。现在也有做轻发酵轻烘焙的铁观音乌龙茶。另一种被认为的黑乌龙即是炭焙乌龙，这一款是制茶师傅不一定喜欢做的，因为要花费固火时间实在是太长了。可是就有茶友情有独钟，不想做也很难，却价格不低。在深入聊聊黑乌龙茶之前，简短说说黑茶与清茶，即是乌龙茶的制作差别。清茶的制作工序是采精、萎雕、发酵、炒精、揉捻、干燥、焙火等。黑茶的制作工序是采精、萎雕、炒精、揉捻、渥堆、干燥等。所谓的渥堆就是黑茶独门手法，即是将茶叶添加菌种、泼水、覆盖等动作，这会让黑茶更耐放置且越陈越香。黑茶中最出名的就是普洱茶。近年来多方的普洱茶友为其请命，普洱不能归类为黑茶，它是跳脱6大茶汤系之外，因为普洱不完全是用黑毛茶制作，仅是渥堆手法相同而已。
龙茶是云南大叶种，所以黑茶就属云南最出名。还有湖南、广西、四川等地方都有产黑茶。黑乌龙茶为什么不能轻易尝试？3大原因剖析。黑乌龙茶又或者是以台湾人的说法来说是炭焙乌龙，它带的火味很重，会有种烧焦的感觉。为什么不能轻易尝试呢？原因一，光是冲热水下去就有焦味。原因二，贫血之人慎喝。原因三，喝了会更想睡觉。原因一，光是冲热水下去就有焦味。如果你本身是喜欢绿茶口感，那么请别轻易尝试炭焙乌龙，因为它有浓厚的烧焦味，喝下去的韵味后却又是火味十足。也是从洞顶乌龙茶喝下来的茶友，可能对炭焙乌龙的接受度会高一点，因为那是比洞顶乌龙再多1-2分的焙火。原因二，贫血之人慎喝。炭焙乌龙的焙火重，如果长时间饮用会造成缺铁贫血。原因三，喝了会更想睡觉。有些人喝茶是为了提神，那么你绝对不能喝炭焙乌龙，因为它有过多的烘焙，烘焙越重，我们就会称它为熟茶，反之称为生茶。焙火重的好处是喝得出茶味的底蕴，也耐存放。再者，焙火重会把咖啡因和茶的单宁多酚挥发掉，所以喝完之后不会睡不着哦。既然都说炭焙乌龙慎喝，那为什么还有茶友喜欢呢？炭焙乌龙的回甘后，喝完会有一种舒爽感，而且茶味在口腔里久久不散，也的确有抑制脂肪在身体增加的作用。乌龙茶的多酚已经有研究数据指出能够分解脂肪，所以说在日本传说中的黑乌龙能够减重是说得通的。炭焙乌龙还有个超级好的好处，那就是喝了不会胃酸过多，也就是台语说的爱卡森。焙火将咖啡因和单宁酸稀释，使得茶喝下来不会寡味，因此年纪大的茶友很喜欢它。对胃是款很温和的茶品，更不会发生茶醉。如果茶喝太多太快，胃里没有东西，会有头晕、呕吐等症状，那就是茶醉。好险炭焙乌龙少单宁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为什么焙茶师不喜欢炭焙乌龙呢？通常将茶精做基本的处理之后，就会转到制茶厂再制，主要是在做焙火的工作较多。茶叶的焙火是为了产生酸钠反应，茶叶会从原本的清香、果香到浓香，其水分交织和反映出来的香味会依照掌握的火候产生不同的结果。如要浓香的话，焙茶师就要在炉子旁边顾上一整天，
工作时间变得好长呀，这价钱当然也要再多加一点啦。只是真正考验功夫的是带有果香或是冻顶味的茶，中发酵、中烘焙。所以说冻顶乌龙都被称为功夫茶，就是在考验焙茶师的功夫，该如何掌握火候，在茶叶带有冻顶味的时候就关火，再来慢慢的将火味走掉，真是验证焙茶师的实力啊。顺道一提，你应该来试试我们家的果香乌龙哦。